王爷有令，罪妃苏云瑶谋害宁阳郡主，畏罪投湖，即刻封官，送往城外。王爷尚未回府，哪来的口谕？定，他再来，连他一起打死埋了。不要，不要！诈尸了！我穿越了。父亲，女儿非靖王不嫁。朕特赐苏云瑶为靖王妃，择吉迎娶。本座乃你的系统神兽，换作睚眦不会伤你。你已魂穿大生国，成了千夫所指的恶毒王妃苏云瑶。他还有气！来人，来人，快把他拿下！等等，都先别吵吵，让我弄清咋回事再说。这是啥玩意儿？你觉醒的反派破防系统，一旦敌对之人因你破防，本座就能将其戾气化作奖励。也就是说，仇人越破防，我得到的奖励越好。正是。OK， 这活儿我熟。来之前，我认识的坏蛋就没有不出我的。别怪本座没提醒你，你这副身体的原主被指谋害宁阳郡主未遂，落水断气。现在有人趁王爷不在，正准备将你封官灭口，已是死局。魂穿反派觉醒系统，还是地狱开局，简直太好玩了！你的反应怎会如此变态？当前共收集破符值500，获得奖励真话暴击1次。选定一人后，你接下来问出的3个问题，对方都必须如实回答。就是你了。谁准你们动用本王令牌私设棺木的？王爷，王爷，姐姐她……王爷先别着急，咱们先吃个大瓜。苏云瑶，你又想搞什么名堂？不干什么，就问苏侧妃3句话。他从前见了本王，只会卑躬屈膝，如今怎会这般洒脱气定神闲？真话暴击，生效。第一个问题，你为啥这么着急，要置我于死地？因为你昨夜撞见我与阿伟龙岭裴正私通，还拿走了他的阿伟摇牌，我怕你告诉王爷，只能杀你灭口。嚯，第一口瓜就这么刺激。第二个问题，你和裴征之间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我的月事已经迟了半个月，可能已经怀了裴征的儿子。不要问了，求你不要再问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若你当真怀了裴征的孩子，准备怎么办？等你死后，我便求太后扶我成为正妃，再给王爷下药伪造事情，埋通府一干小冤粉，让裴征的孩子成为靖王嫡子。3句结束，恰到好处。skr。刚才的话可有半句虚假？王爷，不是妾身，是苏云瑶对妾身用了妖术，那些话都不是妾身自愿说的。把裴征叫来问问呗，总不能你俩私通，也是我用妖术牵的红线吧？韩之尧涉嫌私通谋害王妃，图谋混淆王府血脉，即刻收押，封锁王府，搜查他的住处，捉拿裴征。是。
裴征，你要杀我？好一对防命鸳鸯，可惜他只想让你防命。小姐，醒了就好，先等我一会儿。你才刚刚魂穿，便敢追杀手？我这将门之女的底子可不能浪费。昨夜让你逃过一劫，今日你就没这么好运了。原来那个水下害我的人是你。一个负责封关，一个负责灭口，你俩真是臭鱼配烂虾，天生一对。闭嘴！咋还急眼了呢？自己的姘头还得给别人试错，自己的种你也都不敢认。像你这种废物点心，活着简直浪费空气，不如自刎。看什么看？现在才发现我好看吗？早干嘛去了？你杀疯了是吧？这可是友军，怪不得没加破防纸。裴征，你身为靖王府暗卫统领，竟敢背叛本王，成王败寇，要杀便杀。这么急着死，是怕待会儿跟韩之月对不上口供啊？裴征，你刚才为什么要杀我？若不是你这个蠢货，事情怎会败露？昨夜游湖，是谁命你埋伏在水下？无人命令。苏云瑶撞破我与韩之月的私情，我怕他向王爷告发，才决定杀他灭口。云瑶，小心！韩之月方才说，苏云瑶死后，太后会扶她成为正妃。你俩与太后有何交易？那只是韩之月痴心妄想。此事从头到尾，就只有我同他两人，与太后无关。就只有你两人吗？他要服毒，连自己的口都要灭。看来比起韩侧妃，你背后那位才是真爱啊！裴征背叛王府，谋害王妃，意图灭口，即刻押入地牢，严加看守。是。慢着，裴征与韩侧妃罪有应得，可云瑶昨夜要害我的事，也不能就这么算了。难不成这就是真爱本尊？参见宁阳郡主。郡主，您快告诉王爷，苏云瑶究竟有多心肠歹毒？令仪见过王爷。你昨夜才受了惊，不在府中休养，来这里做什么？我特意来说明当时的情况。我知道，你一直介意我与王爷自由相识，可你追了王爷半年，又求苏将军用战功换来赐婚，王爷不喜欢你，也不是我的错。云瑶，昨夜游湖之时，你何苦非要将我推入湖中？我家小姐不会害你。阿离，咱话不要说的这么满。之前我是不会，但接下来可不一定。本王不会只听他一面之词。苏云瑶，现在轮到你解释了。真话暴击已经用完了，没事，山人自有妙计。郡主，你若亲眼看见我要害你，为何我落水前你喊的倒是云瑶小心？我劝你最好实话实说，否则你扑向我时脚下打滑，我虽知你想害我，却没想让你死，所以才会喊小心。王爷，郡主亲眼所见，苏云瑶谋害郡主就是事实。提醒一下，破防值已达2000，可兑换一次性道具全息回溯仪，它能提取宿主死亡前1小时内的环境信息，还原案发现场。人证已在，你还有何辩驳？我有物证。这是何物？仙气。
说王爷她是妖女，果然狗眼看人低，都说了这是仙器，救我命的仙人送。仙人？对啊，还是个西域神仙，长得老帅了，披肩发，络腮胡，就是干巴了点。你是真敢编，甭羡慕，这种勇气是与生俱来的，你学不去。你放了什么？一点软金伞，只让他当众出丑。云瑶，小心！我只知道酒里有软金伞，没想侧妃真会杀人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，她一定是被妖邪夺舍了，快抓住她！那个只会哭着求人的女子，如今竟能从容自正，难不成？别急着收呀，让王爷看看推我下水的这只手，是不是你？苏云瑶，我杀了你！这一巴掌替阿离还。这次是还我的账。你不是喜欢封官吗？自己先体验一下，舒服的话让陪统领进去陪你。你明知酒中有药，为何不阻止？我以为只是软金伞，所以我意思，你就顺势说我想害你，既能撇清自己，还能把罪名全扣在死人头上。不愧是宁阳郡主，聪明聪明。韩知远毒害王妃，盗取令牌，私通暗卫，罪证确凿，押入地牢，明日移交宗人府。是。宁阳郡主知情不报，隐瞒案情，当众作伪，本王会将此事如实禀明皇兄，送他回郡主府，在圣裁之前不得外出。云瑶，我真的没想让你死，可我死后，你也没打算让我清白。苏云瑶，你以为这样就赢了吗？太后娘娘不会放过你的！别，气死你个王八蛋！带走。小姐，您真见到仙人啦？见到了，就是脾气不太好，嘴还有点碎。你说谁嘴碎？是吗？本王也想见见这位仙人。行啊，但前提是王爷也得死一次，你敢吗？你的武功还是苏家的路数，可你今日的言行与从前判若两人，再加上这凭空出现的仙术，苏云瑶，你究竟是谁？我还能是谁？死过一次，突然想开了的苏云瑶呗。你追着本王跑了半年，又求苏将军以战功换来赐婚，如今却说自己突然想开了。以前眼神不好，非要往一个不喜欢我的人跟前凑，现在死过一回，治好了。王爷放心，以后我不缠着你，等这些破事儿处理完，和离书一签，咱俩各走各的，皆大欢喜。他的脸色怎么更难看了？关我啥事儿？我又没骂他。和离之事，轮不到你一人决定。那不然呢？你又不喜欢我，还准备留着过年？太后懿旨到。太后听闻王妃死而复生，还在府中施展妖术，特令老奴接王妃入宫问话。韩之月刚刚落败，太后的懿旨便到了，此行只怕是鸿门宴。皇宫副本这么快就开了，有意思。王妃，请吧。本王同他一起去。就是，真麻烦。太后只召见王妃，她是靖王妃，若真是妖邪，本王更该亲自看着。儿臣参见母后。臣妾参见太后。听闻你昨夜已经断气，今日不但死而复生，还能令过去之事重现于人前，运气好，仙人嫌我死得冤，又把我送回来了。是仙人还是附身夺名的妖邪，验过才知道。母后，他刚刚死里逃生。若他不是妖邪，照一照又有何妨？天地玄清，照行验魂。
照妖镜显现血光，此女果然已被妖邪附体。禁军听令，拿下妖女。道长别急着抓妖，先给大家看看你这照妖镜的镜柄里藏了什么。又送破防值了。铜钉一按，火石便会点燃镜后的油心，红琉璃将火光滤成血红色，镜油棉线再顺势点燃符纸。说白了，不过是机关加点光学原理，没啥稀奇。这女人真叫人愈发看不清了。这些都是镇压妖邪的法器。是吗？那你也照着。道长头顶血光冲天，原来你才是妖。够了！这面铜镜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是桂嬷嬷命贫道在镜中安装机关，她说只要坐实靖王妃是妖，便赏贫道黄金100两。一派胡言！老奴何时指使过你？原来桂嬷嬷这么有钱，张口就是黄金100两。您这点月俸，从大圣开国攒到现在也不够吧？背后是哪位财神爷替您买单啊？太后，老奴背着哀家擅作主张，罪加一等，将玄清与桂嬷嬷一并押往大理寺彻查此事。太后，臣妾含冤昭雪，现在能起来了吗？母后若没有其他证据，儿臣便先带王妃回府。你今日倒是护着她。她身上确有疑点，但她既是儿臣的王妃，便不能任人栽赃。3日后的宫宴，将她一同带来，届时百官命女皆在，哀家倒要看看她还能使出什么手段。好啊，人多热闹，臣妾一定来。方才若本王没有挡住禁军，你准备如何？那就连禁军一起打呗。你不追着他了，他倒开始盯着你看了。这叫失去之后才知道珍惜。你们还没和离，他尚未失去。快了，快了，别着急。是太后派你来救我的。奉命送你和裴征上路。自身难保，还敢救他？王爷，地牢出事了！你为何又如此兴奋？有人上门送破防值，我总不能不收吧？你好，很高兴遇见你。看来光我自个儿高兴了，你一点都不乐意。放我离开，否则我杀了他！这么神奇吗？拿一个刚刚还想活埋我的人威胁我，是打算送我见面礼？闭嘴！扫清牙缝，堵住嘴，别再让他服毒。萧彻，慈宁宫奉位令。我一直以为太后会保我，既然她要我死，就别怪我把她的人全部供出来。王爷，只要您保我不死，我可以告诉您太后的秘密。说。裴征根本不是普通暗卫，他进入靖王府就是奉太后之命监视您。
太后安插在靖王府的眼线，也不止裴正一个。太后安插在靖王府的眼线，也不止裴正一个。还有谁？韩侧妃疯了，奴才对王爷忠心耿耿。是你告诉我王爷今日不会回府，也是你替我准备棺木收埋小厮。你根本不是被我逼迫，是奉太后之命帮我灭口。王爷让你管王府，你倒好，把王府管成了慈宁宫分号。管事，你这业务能力挺强啊。搜身。王府军械库的钥匙为何会在你身上？他掌管王府采买，每月都会借采买为名向宫中传递消息。府中还有多少太后的人，只有他知道。封锁王府，所有管事、侍卫、下人一律不得出府，逐一查验身份。是。堵住他们的嘴，分开关押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王爷，我已经全部交代了，您答应保我性命。本王只保证你活着交由宗人府审判，没说赦免你的罪。从今日起，王府终会暂由你掌管，3日之内，把府中所有眼线找出来。管中会是王妃的分内事，查细组可不在里头。王爷得加钱。查出一名细作，赏银1000两。这是定银。早就准备好了。王爷看人真准，我最擅长为民除害了，真不要脸。我拿钱再贴张脸就行。当前破防值5200，可花费3000兑换奖励超加雷达1次。开启后，方圆100丈内的赃物、密信与隐藏暗盒皆会被标记。换，赶紧换！你发现了什么？王爷，这第2个1000两就藏在你自己的房间里。秦风，站住！你跟随本王5年，为何会藏在本王书房的暗道里？他不想说，没关系，进去看看呗。王爷，怪不得你之前瞧不上我，原来是眼神不行。这货吃你的、住你的、领你的俸禄，还顺便把你的军防图往外送，简直又坏又蠢啊！将秦风押入暗牢，派本王亲卫看守。是。做什么？你跟我装蒜是吧？忘恩负义，卸磨杀驴。少不了你的。王爷大气，超加雷达还有13处标记，最亮的一处就在你的院子。你们这靖王府漏得跟筛子一样。我房里？小姐，出什么事了？小姐，您回来那晚手里拿的就是这块腰牌。不久后又有人送来这封信，您看见王爷的落款，便高高兴兴的去了紫云湖。裴征的暗卫腰牌。王爷终于肯见我了。字迹虽像，却并非本王所写。这不明摆的事儿吗？还用分析？哼。这是母后私用的凤纹剑。这事儿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凤纹签由慈宁宫内府特制，每张都有记录，外人绝不可能拿到。只是太后的旨冒王爷的名，最后拿我的命结账，合着这场买卖就我一个冤大头啊！只凭一封信，你便去了。以前见着你的名字，比见着银票还激动。现在嘛，还是银票靠谱，至少不会骗我去送命。
解，送信的人压着斗笠，奴婢没看清他的脸。可他右手虎口有一块马蹄形的烫疤，袖口还沾着不少草屑。马厩的人。抄家雷达显示，另一处标记正在向后门移动，有人带着东西要跑。耗子要搬家了，关门放我！你也太不会过日子了，好端端的1000两，怎么说烧就烧啊？还好还好，抢救及时，银子保住了。那不是我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嘴上说不知道，腿倒跑得挺明白。周管事，你这嘴和腿没串好孔供啊！仿晋王笔记，送入云瑶院，侍臣灭口，3日宫宴，依计行事。认识。长安侯薛怀礼是本王的亲舅父。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啊！这么大个王府，你最不待见的人，却几乎成了唯一不想害你的人。他们在宫宴上还有下一步机会。那感情好，省得我挨家挨户找了。宫宴上一锅端。我一个变态系统都觉得你过于变态。将周成押入地牢，务必留活口。是。无声楼首座，文雀。靖王好眼力。凤文谦已经暴露，见过残信的人都得死。苏云瑶，走！放眼天下武者，我文雀若认第2，没人敢认第1。检测到宿主陷入绝境，当前破防值3500，可兑换一次性武器 AK-17，附带降30发，枪械精通1刻钟。换！破防值清零，兑换成功。天下第1是吧？我这招众生平等，专治天下第1。一块破铁也妄图与我争锋！这是什么兵器？阎王最爱美式居合。无需近身，竟能瞬间重创绝顶高手。此物若用于战场，必然无人能敌。现在想拜我为师了，可惜本王妃不收你这种打不过就下跪的窝囊废。你这个妖女！拜托，你们就不能换个新词儿？接着，没人告诉你吗？挨打要立正，再敢乱动，我让你变太监。我还剩2发子弹呢！一次性武器，危机解除便会自动回收，3500破防值换2枪。你别叫牙齿，改妙饕餮吧。有本事你别用啊！方才本王让你走，为何不走？女人能顶半边天，没我你早完了。赶紧说谢谢。多谢。这才乖嘛。残信刚露出一个薛字，灭口的人便到了。这半张烧剩下的纸，
比咱们想的还值钱。他只提了凤纹崖，却没有亲口承认受谁指使，目前还不能凭一枚残印认定幕后之人就是薛怀里。那就先把鱼钩藏好，谁急着来抢这半张纸，谁就是咬钩的鱼。奉旨搜查苏府。王爷、王妃，不好了！禁军在老将军书房搜出北狄密信，要将老将军押入大理寺。无声楼在王府灭口，禁军同时搜查苏府，这不是巧合。而且禁军进了书房，什么地方都没搜，统领直接便打开了书桌暗格。好啊，你们！封锁马厩，将文雀秘密收押。今日之事，不许向外透露半个字。是。原主恶名传遍京城，真正待他好的人，却只有他爹和阿离。如今我继承了苏云瑶，这两个人我互定了。走，敢把脏水泼到我家头上，我倒要看看是谁活得太舒坦。密信盖着苏家私印，又从将军书房搜出，苏将军一句没见过，便想撇清。第一次进苏府，连暗格机关都摸得这么准。统领大人不是去搜信，是去取信的吧？参见靖王、靖王妃。云瑶，你怎么来了？此事凶险，快回去！爹放心，女儿不是来惹事的，是来解决惹事的人。怎么不说话？要不您再回忆一下，藏信的时候有没有落下别的东西？王妃休要诓诈末将，搜查之处是密报上写明的。密报在此，大人一看便知。准备的还挺充分，得，密报先留着，等查清这封信，再看看是谁这么热心。爹，您的私印现在何处？3日前随北境军报送往兵部封存，至今没有取回。我爹的印3日前送进兵部，这封信今日却出现在苏府。大人不先查兵部，倒先抓我爹，怎么？怕查错了人，还是怕对了人？此案确有疑点。来人，前往兵部查验苏家私印。不必等回报，带上密信，本王亲自取。私印不见了！负责人呢？张主事今日没有当值，人也找不到了。当前共有破防值2000，可兑换一次性奖励追凶罗盘，以密信上的印痕为引，追踪原印。换。此乃何物？仙人所赠追踪私印的神器。正在往西城门移动，再晚一步，咱们就得跨过追赃了。走。私印就在车内，马车一旦出城，罗盘便会失效。萧彻，你去前面逼停马车，我上车抓贼。是靖王府那个恶妃，她这是又要当街害人！快躲起来！1个月几两利银，你拼什么命啊？
别难过，往好处想。虽然任务砸了，至少你主子来灭偷时不用满京城找你。前面就是西城门。陆巨蟒！王妃，下官冤枉，私印是他们抢走的，还要带下官出城灭口。这是他们趁我昏迷时按下的。可惜张主事活得好好的，这份遗书只能留给你了。他不是在害人，是在救人。靖王妃抓的是贼，日头真是打西边出来了。王妃恕罪，草民多嘴。都起来吧，本王妃也不是只会干坏事，偶尔也会做一点好事。他到底受了哪位神仙指点，才能脱胎换骨，变得如此通透？东西齐了哈，人证物证全部带回大理寺。统领大人，久等了。您的升官贺礼到了。王妃何出此言？一会儿本王妃便奏请圣上，封你个栽赃大将军。来吧，四卿大人，瞅瞅。密信上的印记，确实出自这枚真印。就是他们强夺私印，绑架下官，还想杀我伪造畏罪自尽。下官从未受过苏老将军任何指使。真印被盗，人证遭劫，认罪书亦是伪造，足以证明苏将军遭人栽赃，立即去料。爹，您的清白，女儿给您抢回来了。我儿终于长大了，也能独当一面了。不止哈，女儿能当好几面了。好啊，好啊，为父替你骄傲。苏老将军含冤昭雪，可喜可贺。末将搜查苏府，也仅是奉旨而为，还望老将军见谅。如今案情有变，末将当立即入宫禀明圣上。四卿大人继续审案，末将先行告退。统领留步，你所呈密报来历不明，却有准确写明暗格所在，此事还需查证。密报是何人所写？末将确实不知。末将奉的是圣命，大人若对搜查有疑，尽可入宫核问。没有实证，大理寺确实不能扣押禁军统领，让他走。慢走，回宫的路直得很，可别走着走着一拐弯，拐进了谁家后门。侯爷，
苏家已经犯案，真印、张主事和2名执行者全被靖王妃带回了大理寺。一枚私印丢了便丢了，宫宴当夜才是真正的杀局。届时宫门一关，西城侧门一开，苏家妇女和靖王一个也活不了。侯爷，太后娘娘可知道北狄之事？太后只需按计划将人留在宫中，借北狄死事除掉苏老将军的事，不必让他知道。末将明白。宫宴当夜由你封锁宫门，西城侧门自会有人打开。可那个苏云瑶，此人确确棘手。从前的苏云瑶不过是仗着武力和家世胡作非为，可自落水醒来，他像彻底换了个人，看似胡闹，行事却步步直中要害。更棘手的是，他还能凭空唤出神器，谁也不知道他还藏着多少手段，就连文雀都折在了他手里。世上哪有什么仙术，不过是障眼机关、江湖杂耍，再让一群蠢人以讹传讹罢了。放心，本侯已替他备了2处死局。她再厉害，也不过是个女子，能斗得过本侯的老谋深算吗？王爷，禁军统领离开大理寺后没有回宫，而是绕进了承恩侯府后门，至今未出。残信上的靴字有了落点，可私会不是罪，仅凭这些还动不了薛怀之。宫宴在即，承恩侯偏在此时私见禁军统领，必有所图。抄家雷达剩余的10处标记中，有1处就在窗外。既然没有实证，这案子就先放一放。所有证据今晚送去西厢库房，明日再说。就按王妃说的办。标记动了，走，别让这条鱼跑了。本王妃随手撒了把米，你还真吊着消息往外飞啊？王爷，咱府中的地牢快人满为患了。送给谁？雷达标记还在他身上，就藏在右腿。靴子脱了。名册上的人，全是禁军统领一手提拔的亲信。4门同时换防，一旦宫宴出事，里面的人出不去，外面的救兵也进不来。查清这些人的住处与当值去向，暗中盯住，一个都不要惊动。是。贼都惦记咱这么久了，总不能让人家白等。把消息送过去，西厢库房今晚开门迎客。减少西厢明帐，亲卫藏在暗处，来人一律留活口。属下明白。末将立即派人潜入王府，毁掉证据。一封残信定不了侯爷的罪，此时闯进靖王府，反而会把我们送到他们手里。不用理会，宫宴一开，靖王和苏家妇女自身难保，到时候没人顾得上这般招致。王爷，西厢四周没有任何异常。有点意思。被人放了一夜鸽子，你还挺高兴？你懂啥？高手局才好玩。哼！
继续盯住换房册上的人，不要惊动他们。是。这么好的东西，借我的还是送我的？穿着它参加宫宴，活着回来。王爷如今都会盼我平安了，真不容易。本王只是不想欠苏家一条命。懂，嘴硬也是硬气的一种。收着吧，好歹是王爷第一次送我东西。是戒。是吗？那还挺好的，我替你感到高兴。什么意思？王爷越来越会过日子了，送出去的礼还惦记着回收呢。都说了他不加破防值，你老刺激他干嘛？这么大一块冰杵在这儿，不敲两下听个响，多浪费。请王爷、王妃与老将军入宫。好戏要开场了。他从前恨不得寸步不离地黏着靖王，今日怎么自己走自己的，连靖王的袖子都没碰？小声些，上回陈小姐失手洒了他一杯酒，他便把整壶酒都浇了回去，害得陈小姐当众哭着退席。你忘了？不错，本王妃一来，连清场费都省了。他们是在怕你。怕才好啊。600破防值，可把我牛坏了。拜托你当个人吧。苏云瑶，坐下。故意闹出这么大动静，你又在打什么主意？长青，转点点你看不见的东西。又与你那位仙人有关。不愧是王爷，真是越来越懂我了。少故弄玄虚，这里是宫宴，收敛些。好，只要没人先招惹我。参见陛下，太后娘娘。平身。台前幕后的都到齐了，来吧，我的系统已经饥渴难耐了。只看歌舞未免无趣，哀家以东珠为彩头，请诸位投壶助兴。林小姐，你去年夺得投壶魁首，今日你便与靖王妃比上一场。臣女遵旨。臣女侥幸权重，请王妃赐教。且慢，云瑶自幼习武，10步投壶对你太过容易，为求公平，便退至20步，再蒙上双眼。母后，这并非同等比试。王爷不必担心，臣女愿再让一步，只需投中3箭，便算王妃胜出。王妃向来胆大跋扈，总不会怕了一只铜壶吧？不过是宴中游戏，王妃若实在没有把握，认输便是，无人会因此怪罪。母后嘉难，林小姐让剑，侯爷连退路都替臣妾铺好了。诸位这么费心，臣妾若是不赢，
岂不是很不识抬举？来吧，蒙闲实点，免得待会儿有人输不起，说本王妃偷看。王妃，投壶需一只一只的投。太慢，菜都要凉了。林小姐，你让的那2只，本王妃没用上。不可能！你蒙着眼睛，又背对铜壶，怎么可能5箭全中？承认别人比你优秀，就这么难吗？有时候，你得直面自己的无能。多谢母后一路加码，没有您，臣妾还赢不了这么漂亮。好，20步蒙眼背投，5箭全中，朕也是第一次见。东珠赏给靖王妃。软甲是借我的，这颗珠珠也借你看看，看完记得还哦。你倒是记仇。不，我记账。今日宫宴难得尽兴，诸位共饮此杯。我等与圣上共饮此杯。王爷，沾沾赢家的喜气。少得意。小车！彻儿，封锁宴殿，传太医，所有酒菜不许再动。你可以兑换毒素抑制器，延迟毒发1刻钟，需要1000破防值。换，兑换成功，剩余破防值2200。扎在他的上臂。陛下，西城侧门有800里加急军情，西城侧门来了一名北境赤豪，身负重伤，先有紧急军报，只肯亲手交给苏老将军。可验过腰牌与军中口令？腰牌、口令全都无误。那名斥候伤势过重，已经无法入宫。边关军情不可耽误。苏爱卿，你即刻前去接报。臣遵旨。爹，我跟您一起去。靖王尚未脱险，你留下。去西门，他们把本王留在这里，就是为了让你爹独自出宫。城门放行记已经写成苏老将军亲令，等他俯身接军报，你们从背后动手。人死以后，把这封信塞进他怀里。明日朝廷看到的，只会是苏老将军撕开侧门，密会北狄，死在街头之处。他们想逼我2选1，我偏不按他们的规矩来。爹，他们非要您亲自过去，怕不是为了送信。照顾好靖王，为父去便回。女儿明白，你也务必小心。走。抑制器只能替你拖1刻钟，我去找解药，你给我撑住。
他既敢下毒，便不会留口可。松手！别逼我现在揍你！这壶酒从哪里端来的？东侧司酒坊。陛下，臣妾要去司酒坊。带上禁军，务必找出解药。带路。方才这里还开着门。就是他，方才是他把靖王席的酒壶交给奴婢的。他生前被人绑过，他的宫牌不见了。宫门已经落锁，凶手拿走宫牌，必定还想在宫中行走。封住这里，宫女也先扣下。是。萧彻只剩半刻钟了，线索断了。司总疙瘩，你那儿有能破局的东西吗？一次性道具王者留声器，可提取死者临死前听到的最后3句话，需要1500破防值。换，兑换成功，剩余破防值700。我已经照你们说的做了，放过我。解药交给谁了？州内侍带去了御花园东侧假山，待确认中毒的是靖王，便传一句月落，他会立即毁掉解药。王妃当真能招来仙气？燕殿已经封锁，消息还没送出来，解药还在。御花园东侧假山。大将军，北境急报。把军报放在地上。此事关乎北境军机，只能亲手交给大将军。本将让你放下。原来内鬼是你，副将。今夜你死在北狄手里，明日通敌密信便会从你身上搜出来。苏家满门，一个都跑不了。想看苏家满门如何？先保住你自己的命再说。夺回来！好畜生，栽赃本将的罪证都备好了。月落，靖王妃，你怎么知道暗号？
拦住他！靖王一火，咱们全得死！毒已入心，拿到解药也来不及。来不来得及，你说了不算。来人！御花园有刺客！全部拿下，留活口！完了，我完了！彻儿，醒醒！太后娘娘，王爷脉息将绝，不许胡说！继续救，无论用什么办法，都要保住彻儿！都愣着做什么？救人！救撤！让开！王妃，此药尚未验过。等你验完，他已经死了。毒素抑制器失效了。彻儿，王爷没有脉搏了。你要做什么？救他！御医，他这是……让他救。小彻，给我活过来！活了！搜，看他们还给本将准备了多少罪证。将军，守城部也被他们动过。发响箭，调城防军过来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是是。禁军统领是谁的人？进宫以后，你当着陛下的面说。陛下，北境急报是假，禁军副将勾结北敌，在西城侧门设伏，企图杀臣后伪造臣撕开城门，密会北敌。说，是谁指使你们？朕问你幕后主使，你看承恩侯做什么？末将只是奉禁军统领之命行事，从未见过幕后之人。没见过幕后之人，出了事，倒知道该向谁求救。陛下，臣与此人素无往来，若死囚想攀咬谁，谁便是幕后主使。满殿诸臣岂不都能由他随意定罪？所以我没说侯爷有罪，可他刚说只听禁军统领的，出了事却眼巴巴等侯爷救命，这中间隔着谁？难道不值得查？
臣问心无愧，自然不怕查。承恩侯，彻儿险些死在哀家面前，此事最好与你无关。靖王是臣的亲外甥，臣绝不会害他。这句话，哀家记住。将禁军副将与北狄死士押入大理寺，即刻捉拿禁军统领，封查禁军职房。是。案情查清之前，承恩侯不得离京，侯府牵兵不得擅动。臣遵旨。彻儿，母后，让您担心了。醒来便好，醒来便好。王爷毒性已解，脉象也稳住了，只是身体虚弱，必须静养。太后娘娘，陛下请您前往御书房商议禁军统领一案。彻儿，哀家去便回。母后去吧，儿臣无碍，有王妃在这里陪着儿臣。照顾好彻儿。臣妾遵命。王爷这回真死了一次，怎么样？见到那位仙人了吗？没有，本王只听见一个人凶巴巴地命令本王活过来。话的人是太后。本王认得你的声音。这桩婚事从前不是本王所愿，可若能重来一次，本王会亲自去苏家求娶你。等等，我可是准备和离的人，心跳什么？人死一次，果然容易胡思乱想。王爷好好养着，我忙得很，先回府了。本王从未如此清醒。好，本王等你忙完再继续说。脸怎么红了？精神焕发。王妃，陛下召您即刻前往御书房。出什么事了？押往大理寺的囚车遭到劫杀，北狄死士全部毙命，禁军副将不知所踪。你刚从鬼门关回来，躺着。他们灭口北狄死士，却留下禁军副将，下一步必然要反咬你的父亲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如今西城门只剩副将一个活口，他若说那场刺杀是你父亲为陷害禁军统领所设的局，那目前的所有证据都可能反过来指向苏家。薛怀里，我小看你了。所以本王必须去。御医让你静养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此案牵涉儿臣与江家，儿臣不能不来。坐稳了，再死一次，我可不救。押送车队遇袭一事，你二人怎么看？臣弟以为，那副将必会主动现身，反咬老将军才是幕后主使。何出此言？只因他身困囚车，跟北达死士一样无力抵抗。那劫囚之人为何偏偏放跑了他？言之有理。届时他只消说西城门之事皆为老将军一手设下的局中之局，看似是禁军统领要栽赃老将军，实则为老将军对他搜查江府一事心怀怨恨，甚至是害怕他真的掌握了我爹私通北狄的罪证，所以我爹才联合北狄死士演了出大戏，反过来诬陷禁军统领，借陛下之手置他于死地。好一招，将计就计。是他当先安排了将老将军通敌的罪证，引得禁军统领前去搜查，
被臣妾和晋王联手破局后，他又筹划了今夜的2处杀招，宫内下毒，宫外设伏，想一举调除掉我3人。那你能想到何人跟江家有如此深仇大恨吗？臣弟抓捕家贼时，曾搜到2封信。臣妾正是被这封信诓骗，才去了紫云湖画舫，后被韩侧妃下毒，方至坠溺湖中。这印是承恩侯。你个薛怀泽，哀家用来监视恶儿的人，竟成了你手中的刀，还想把祸水引到哀家头上。这笔账日后再算，眼下只能替他避罪，否则早晚要牵连哀家。皇帝不能仅凭一处残缺的私印就认定是承恩侯。那幕后主使已经将江家、靖王府、承恩侯府3方搅得天翻地覆，可见其手段之高。母后的意思是，这凤文家是他偷的。哀家之前虽不喜欢云瑶，却只当他骄蛮，怎会痛下杀手？臣弟也是对此事存疑，若母后存心害他，也不会用特制信笺给自己留下祸患。看来此人城府极深，而且胆大包天，敢将母后都牵扯其中。原来他们杀我，并不只是为了掩盖奸情，还另有所图。恐怕……启禀陛下，禁军统领与失踪的禁军副将已到宫门投案，2人自称有重大隐情，求见陛下。卸去兵刃，押上来。遵旨。陛下，待会儿他俩进来，由臣妾审问可好？你这几日的表现的确让朕刮目相看，便允你做首审吧。多谢陛下。来吧，你俩舍得死，我就舍得埋，跟我耍心眼儿，小样。你这小脑瓜挺灵啊。罪臣参见陛下。先别急着背词，让本王妃猜猜。你们主动回来，无非是想说西城门那场刺杀是我爹勾结北狄自导自演，再把囚车劫杀也扣到江家头上，好替自己脱罪。王妃料错了，西城门一局确实有人自导自演，但幕后主使并非江老将军，而是靖王。一派胡言！靖王险些丧命，怎会是幕后主使？让他们说完。江老将军仗着军功夺柱，逼陛下赐婚，靖王对此早已心生不满。京城皆知，靖王向来对王妃厌恶之极，连新婚之夜都任由王妃独守空房。所以靖王在宫宴服毒，是为食苦肉计。王妃一心念着靖王，见他命悬一线，必然会留在宫中救人。江老将军则会被紧急军报独自引往西城侧门。你的意思是，他拿自己的命，只为把我爹引出去？靖王早已备下解药，原本性命无忧。若非早有安排，宫中怎会恰好藏着解药？又偏偏被王妃及时找到。江老将军一死，西城门的通敌密信与守城部便会坐实。若计划失败，再由我口诬陷禁军头领，令京中禁军群龙无首。总之，无论如何都能削弱一方势力。要么江家痛失主帅，靖王可借机休了王妃，平复怨气；靖王可趁各方势力相斗，独揽朝中兵权，进退皆赢。咋样，傻眼了吧？要不是他现在改了态度，我真可能怀疑是他干的。说的滴水不漏，证据呢？这是宫宴前一日，靖王命人交给罪臣的密令。密令中写明的每一步都在今夜应验了，就连解药藏在何处、接头暗号是什么，也分毫不差。私印与玄林军密押都是你的，但这封密令并非臣弟所写，靖王自然不会承认。靖王府都被渗透成筛子了，被盗用私印和密押并不稀奇。倘若真如你所说，本王计划已成，为何在劫杀囚车时还单独留你性命？启禀陛下，是罪臣从劫囚者的刀口将其救下，只有他能还罪臣一个清白。罪臣亲眼看着北狄死士全部被杀，才知我等只是靖王用完即弃的棋子。倘若再不说出真相，迟早会被灭口。陛下，靖王连自己的性命都敢拿来做局，更何况臣等？若任由他继续掌兵，来日朝中还有谁能逃过他的算计？
靖王，人证物证皆在，今夜的所有细节也全部指向你。陛下，靖王是冤枉的。臣弟愿守彻查，但绝未做过此事。好，你若无罪，朕定当还你清白。来人，将靖王押往大理寺，单独收监。遵旨。皇帝，别抗旨。你还可以兑换2次真话暴击。这么重要的事，你怎么不早说？系统内的同一奖励至多兑换3次。方才看你占尽优势，尾巴都快翘上天了，本座以为你根本用不到。少废话，2次全换。扣除破方值1000，剩余1200。真话暴击，兑换成功。定。事已至此，你还有何事要问？回陛下，臣妾刚得仙人指点，能让他们俩当殿翻供。是云瑶的仙术。你的事，朕倒有所耳闻。也罢，便让你试上一试。倘若只是为了拖延时间，劝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。陛下放心，臣妾不敢欺君。第一个问题，这封密令究竟是谁交给你？是统领，密令是今夜才交给我的，他让我谎称宫宴前1日便已收到。今夜才交给你，陛下，他受惊过度，已经神志不清。别急，马上轮到你。第二个问题，靖王的私印、玄灵君密押，还有今夜所有细节，究竟是谁交给你？是承恩侯薛怀里，私印和密押是秦风从靖王府盗出来的，宫宴下毒、解药藏处和西城门设伏也全是侯爷提前安排。不是，罪臣方才说错了。第三个问题，统领当真是从劫囚者的刀下救出了副将吗？没有，劫囚者也是承恩侯的人。他们杀进北狄死士后，将副将送到城外与罪臣会合。所谓刀下救人，是我们提前串好的说辞。侯爷命我们带着伪造的密令入宫，借陛下之手除掉靖王。嚯，刚才还铁证如山，现在怎么自己把山炸了？放开靖王，将这2个欺君罔上的东西拿下。遵旨。多谢。谢早了，这事儿还没完呢。传朕旨意，即刻封锁承安侯府，缉拿薛怀里，所有人不得放出府门一步。遵旨。启禀陛下，承恩侯已在宫门外候旨。老狐狸，来看靖王笑话的是吧？真想换把 AK 突突了你。先将他宣进来。遵旨。来吧，你先坐下。你也坐。不用，我就站这儿等着。云瑶，你当真会仙术？一点点，专门对付坏人的，对好人无效。原来如此。好啊，哀家瞧见你俩如此恩爱，也算是放心了。儿臣眼拙，从前错看了他，直到今日才知道，云瑶远比儿臣以为的更好。好，本还担心你因赐婚之事怪罪于朕，如此一来，朕也算促成了一桩美事。是臣弟不识好歹，辜负了皇兄的一番苦心。多谢陛下赐婚。等你好久了，侯爷来的正好。你那2枚棋子刚刚当着陛下的面，把你卖了个干干净净喽。臣参见陛下。他们已经招认，今夜所有谋划皆是受你指使。陛下，这封密令盖着靖王私印，
留着玄灵君密押，信中所写也处处指向靖王。如今二人却又改口潘矮臣，臣实在不明白他们究竟说了什么。私印、密央、宫宴下毒和西城门设伏都是你一手安排的。臣请陛下准许臣与他们当面对质。准。你们说今夜之事受本侯指使，可有亲眼见本侯交付密令，亲耳听本侯下令？传令之人蒙着面，罪臣并未看见他的相貌。罪臣收到密令时，也未曾见到侯爷本人。只凭一个蒙面之人的说辞，便认定臣是幕后主使，岂不可笑？那人既敢冒用侯爷的名义，想必手里还有能让他们相信的东西。靖王府的私印与密押尚且能被盗，臣的东西又为何不能？还是说你另有证据，证明本侯曾亲自授意？你们先攀咬靖王，后又指认成安侯，却连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都说不出来，真当朕可以任由你们戏耍吗？臣罪该万死！侯爷既然与本案毫无干连，为何深夜主动入宫，还口口声声说有重大内情？臣入宫是因臣的人查到了千斗毒的来源。3日前，有人持靖王府腰牌，在西市暗巷买走千毒毒，受毒之人已被臣拿下，其供词与交易账册皆在此处。不过，依臣如今看来，这份供词同样不可取信。这是你亲自呈上的证据。有人既能盗取靖王私印与玄灵君密押，自然也能盗取一块王府腰牌，再买通毒贩伪造账册。臣原以为查到了关键线索，才连夜入宫禀报。如今听过二人的供词，反倒可以断定，这也是幕后之人栽赃靖王的一环。侯爷倒是转得够快。旧事上瘾。你二人既已犯下欺君重罪，就该认罪服侠，老实招身幕后主使。若再信口胡言，攀扯勋贵与朝廷命官，只怕无辜家眷也要受此牵连。来人，在。先别在，先别在。陛下，臣妾方才说要问3句，指的是1人3句，他们每人只回答了2次真话，最后一次臣妾还没问呢。问！不要再问了，不要再问了。你们不敢继续指认承恩侯，是不是他有你们的把柄，或者受到了他的威胁？嘿嘿，开挂的感觉真爽。是，侯爷的人日日盯着罪臣府邸，罪臣若敢再说下去，家中老小一个都活不了。罪臣的妻儿每次出门，身后都有人跟随，侯爷从未明说，可罪臣知道，那些人随时都能下手。2个欺君死囚，为求活命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臣虽不知王妃用了何种术法，却亲眼看见2人受术之后言不由己。既然王妃能操控他们开口，又该如何证明他们吐露的皆是实情，而不是随了你的心意？侯爷所言极是，罪臣方才神志恍惚，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嘴，那些话绝非罪臣本意。罪臣也是，王妃失术之后，罪臣脑中一片混乱，说的尽是胡话。方才他们攀咬靖王，王妃说那是谎话，如今他们攀咬臣，变成了真话。难道一句话是真是假，只看是否对王妃有利吗？皇帝，若此术当真能操控心智，2人的口供便不可轻信。陛下，王妃既能令此2人突然改口，难保日后不会操控他人。而且，万一是陛下您呢？坏了，踩到皇帝雷区了。云瑶，你如何证明此术只让人吐露真话？臣妾口说无凭，只能等此案查明，用事实印证。陛下，云瑶方才已经说过，此术只心怀恶念之人有效，他绝不会，也绝不敢将此术用在陛下与母后身上。臣弟愿以性命担保，若他有半分不臣之心，臣弟与他同罪。你的性命只能担保你自己，此术若真能操控人心，关乎的便是江山社稷。
回陛下，先人只给了臣妾3次使用机会，如今已经耗尽，此术往后再无效力了。倘若王妃再施此术，便说明今日所言乃是诓骗陛下，欺君罔上，其罪当诛。睚眦，把 AK 给我，我今天非把这老狐狸打成筛子不可！不给，气死我了！怪就怪你自己技不如人。我记下了。禁军统领与副将欺君在先，口供有前后反复，今夜所供只能作为查案线索，不可作为定罪之证。陛下，罪臣住口！将2人押入大理寺，分牢看管，任何人不得私下接触。遵旨。陛下，求陛下护住罪侄的妻儿。传京兆府，今夜便将2人家属接走看护。此案查清之前，不得擅自离开。遵旨。谢陛下。家眷落到官府手中，这2条狗暂时不能再动了。陛下圣明，臣还有一事，请陛下裁断。说。靖王府内至今仍关押着多名涉案人犯，而靖王与王妃皆已卷入此案，却仍由王府自行审问，所得口供如何令人信服？侯爷才洗清半只脚，就惦记上靖王府的牢房了。臣惦记的不是牢房，而是朝廷法度。王妃虽说术法已经失效，可谁又能证明王府那些人犯死前从未受术法影响，也未曾被人逼迫改口？皇帝，此案涉及重大，继续由王府私押人犯，确有不妥。臣弟无异议，但承恩侯同样是被当殿指认之人，人犯转押之前，也请陛下将侯爷暂留宫中，断绝内外消息，以免王府那边还没交人，便有人先一步灭口。臣问心无愧，愿留宫中候查。准。承恩侯暂留宫中，不得与外人接触。臣遵旨。再传大理寺，明日辰时，会同禁军前往靖王府，逐处清点所押人犯与证物，悉数移交大理寺，不得遗漏。遵旨。裴征他们根本伤不到薛怀里，这老狐狸真正想抢的是文雀，只有拿钱办事的杀手才不会受到薛怀里牵制，口供也最为致命。跟我斗，你们只当我会杀人灭口，却不知本侯的真正目的是苏老将军。靖王余毒初解，伤势尚未痊愈，今夜便留在宫中，由御医继续诊治。云瑶也留下照顾彻儿，免得来回奔波，再误了他的病情。刘公养伤是假，切断靖王府与我们的联系才是真。臣弟遵旨。臣妾遵旨。将靖王夫妇安置在东偏殿，承恩侯暂居西偏殿，未经朕举，3人不得离宫，也不得与外人传递消息。遵旨。明日转押，由大理寺会同禁军办理，御前司全程监押，所有人犯与证物逐一验明，不得有失。把本侯困在宫中又如何？只要靖王府开牢，赵燕这个江家旧度便会杀了文雀，然后再反过头来供出这幕后主使，就是苏老将军。他伤势最重，先行验伤，确认能否押运。是。你想干什么？奉旨灭口，一个不留。
本官方才说的是留活口。刺客挟持重犯，本统领只能一并格杀。可曾留下口供？没有。臣谨遵密旨，动手之人与文雀，一个活口也未留。很好，陛下，文雀若活，或许能供出幕后主使。赵燕若活，也会有人借他的嘴将江家钉死，朕要他们彼此牵制，如此一来，方能皇权稳固。臣明白了。赵燕的身份、毒针、短刃，全部照实记入卷宗，不得多添一字，也不得少写一字。遵旨。转押之时，大理寺验伤吏赵燕暗藏毒针，企图刺杀文雀。二人缠斗之间，臣出刀直指，将其一并格杀。文雀倒也罢了，可赵燕为何也没能活下来？赵燕曾在姜老将军麾下担任军医，退伍后才进入大理寺。如此说来，此人竟是姜家旧部。赵燕为何要杀文缺？还请陛下彻查。一个身负重伤，一个只是验伤仪，周围还有禁军与大理寺差臣，你非得把两个人都杀了？赵燕手持淬毒短刃，已经协助文缺咽喉。臣若迟疑片刻，文缺一样会死。所以你就顺手替他把人杀干净了？够了，生死只在一瞬，难道还要御前司先来请旨，再决定是否出刀？文雀死，血怀里没了罪证；赵燕死，姜家也无法被他的口供定罪。这一刀根本不是为了救人，陛下要的从来都不是查明真相。王妃如此急着质疑御前司，莫非是怕赵燕的身份牵连苏家？苏家旧部遍布军中，难道他们退伍以后做了什么，都要算在我爹头上？朕自会查清，不必在殿上争辩。即刻宣苏老将军入宫。赵燕为何出现在转押队伍中，又为何刺杀文雀？朕要他亲自说明。遵旨。靖王夫妇继续留在宫中。苏老将军进宫之后，未经朕许，不得与他们私下接触。臣参见陛下。赵燕曾是你的军医，今日却在转押途中刺杀文缺，你如何解释？赵燕3年前因伤退伍，此后再未与臣来往。偏偏靖王夫妇被留宫时，他便出手灭口，未免太强。臣若真要杀人，为何偏偏启用一个人人皆知出身的姜家旧部？摆明了是有人故意往姜家身上泼脏水。王妃又有证据？够了！这几日，王府私押人犯，禁军欺君，旧部行刺，外臣互相攀倒，连慈宁宫的人也敢擅闯亲王府。自今日起，靖王府所有人犯与政务尽归大理寺，未经旨意，靖王夫妇不得私审私见。臣弟遵旨。承恩侯不得再插手禁军与大理寺，也不得接触涉案官员。臣遵旨。姜家退伍旧部名册交由兵部核验，查明此案之前，你不得私下召集旧部。臣遵旨。韩之月、裴征与王府管事皆与慈宁宫有所牵连，凤卫更曾擅闯靖王府。慈宁宫所有宫人内侍与凤卫名册交由内廷司核验。此后不得再往亲王府安插人手，凤卫无朕指令，不得出宫。皇帝这是借案子，连哀家的手也一并斩了。从今日起，没有实证，谁也不得再胡乱攀咬。若再有人私设刑狱，操纵禁军灭口证人，朕绝不姑息。遵旨。苏清与承恩侯各自回府候查，靖王伤势已稳，也回王府静养吧。文雀和赵燕都死了，这案子也被陛下强行压下，他究竟想帮谁？谁也不帮。他借此案收走王府的人犯，清查姜家旧部，斩断承安侯插手禁军与大理寺的路，连太后的凤位也被夺了权，四方皆有损失，唯有皇权更盛。文雀和赵燕的死不是意外。皇帝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任何一方赢。现在知道怕了，
怕他做什么？只要江家和靖王府平安干净，他爱玩什么帝王之术随他玩。口气倒是不小，你这王府可还远远算不上干净。正好，宫里的狐狸暂时打完了，回来继续抄家。这些是王府剩下的眼线，位置全对上了，那还等什么？一锅端了！来人，抄家！嗯。又一打。所有标记清除完毕，破防值共计1000，累计余额5800点。系统提示：一次性道具抄家雷达已回收。人证物证一并送往大理寺，逐项登记。属下领命。这回总算干净了，雷达没了，嘿嘿，以后再藏脏东西，可得靠你自己找。哼，小意思，姐靠脑子照样横着走。小姐，老将军让您明日回江府用午餐。明日陪我回趟娘家，在我爹面前装的恩爱一点，省得他担心。不必装，往后本王待你都会如此。云瑶，本王想同你做的不只是人前夫妻，本王想与你过一辈子。这人怎么突然打直飘了？还装镇定呢，心都快跳出来了。嘿嘿，闭嘴！送去大理寺，现在就去。可还有哪里受伤？放心吧，你女儿现在好得很。落水断气，封棺活埋，身边又藏着那么多要你命的人。你才出嫁几日，爹已险些数次白发人送黑发人。王爷今日能陪云瑶回来，老臣承情。但靖王府刚刚清理过，是否还有漏网之鱼，谁也不敢保证。老臣想让云瑶留在苏府住些时日。只要他愿意，本王没有异议。他想住在哪里，由他自己决定。王爷从前若也肯这样想，他便不会受这些委屈。从前是本王有赋予他，往后本王会护好他。老臣征战多年，最不信的便是空口承诺。是不是空话？岳父日后自会看到。嘿嘿，岳父都交上了，还挺顺口。他最近是越来越会了。哼，你不必顾及任何人。想留在家中，爹养你一辈子；想回靖王府，爹也不会拦你。爹，我知道您怕我再受伤，可女儿如今不是谁想欺负就能欺负的人。爹只怕你过得自在，不必再为了任何人委屈自己。王爷最近待我很好，说的那些话，我也确实有些心动。可当初是我追着你不放，又求爹拿军功换来赐婚，这桩婚事从一开始就不是你情我愿。我不想因为你如今喜欢我，就当过去什么都没发生。所以，我还是想和离。你方才还说
对本王动了心。心动是真的，小河狸也是真的。从前的我追着你跑，求着爹拿军功换赐婚，把自己弄得一点尊严都没有。我不喜欢那样的自己，也不想继续躲在圣旨会后面等你施舍爱意。云瑶，爹，我不是赌气，这桩婚事从一开始就是我强求来的。现在，我想把选择还给你，也还给我自己。你想让本王怎么做？我说了，先和离。你若离了这道圣旨，还是喜欢现在的我，那就堂堂正正追一次，追得上我就再嫁你一次，追不上咱们各自安好，谁也不许翻旧账。先把人踢出门，再看他能不能爬回来，这叫重新开始。你既然想清楚了，爹便替你撑腰。苏云瑶，你可想好了？想好了。好。和离书，本王来写。至于赐婚圣旨，本王会想办法。萧彻会重新登苏家的门，堂堂正正追你。这一次，换本王求你。老将军，礼部刚刚传话，先前暂缓的春花宴，陛下命3日后照常举行。宫中才出了这么大的乱子，竟还要办宴？礼部来人说，陛下有旨，京城已经安定，不可因几名乱臣贼子误了春日盛会。宴会还没去，坑倒先替我挖好了。今日是陛下特准你赴宴，莫要再生事端。令仪谨记。今日春花宴照常，诸位直赏春色，不宜就案。遵旨。王爷，咱们还没和离呢，不必这么早开始追吧。本王只是怕你喝冷茶。嘴角压一压，都快咧到耳后了，你藏不住了吧？我都看到了。茶好喝而已，才不是因为他。春花宴以琴舞助兴，诸位贵女可自愿登台一展所长。令仪久闻王妃武艺过人，今日难得同席，不知王妃可愿升台赐教？没兴趣，是我思虑不周。苏家家学重在军阵兵法，王妃平日想必少有闲箫歌舞，确实不必勉强。郡主还替他遮掩，他分明就是不会。苏家女儿若真登台，只怕也只能舞刀弄枪。话说的这么体贴，绕来绕去，不还是想激我上台？行啊，郡主既然这么盼着，那就比武。王妃未着舞衣，可需命人准备。水袖步法繁复，仓促登台，我实在怕王妃吃亏。不必，对付郡主这支舞，用不着换衣服。陛下，臣妾想借一柄未开刃的挡剑。准。这哪里是舞，分明是在练剑。王妃出身将门，能将剑招舞到这般地步，已属难得。
苏家破阵剑，他竟将杀敌的剑法化进了武中。拿着剑劈来刺去，也能叫武？御前舞剑，万一收不住手，惊扰了陛下，可如何是好？陛下，今日比的是武艺，若只凭剑术高低定胜负，只怕难以分辨评判的规矩。这就急眼了，还是说你已经自认技不如人，只能强词夺理，生怕我赢了你？令仪只是担心胜负难以服共。王妃根本没按照我的琴音起舞，只顾炫耀剑术，根本算不得琴武相合。你中途突然变调，不就是想让我跟不上吗？现在我跟上了，你又嫌我跟得太好，萧小姐，你是来奏乐的，还是来替郡主作弊的？臣女只是随性变调，并无害人之意。你有没有害人的心思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就算你变了调，我也跟上了。既然琴声没乱，舞步没错，凭什么不算琴武相合？可常见比就不够风雅。边关将士拿命护着你们赏花饮酒，到了你嘴里，他们手里的剑便不风雅了？臣女绝无此意。武无定式，靖王妃以剑入伍，既跟得上琴音，又未伤台上一花一木，何来惊驾可说？既敢当众邀战，便该输得起。再争下去，丢的便是郡主府的体面。令仪，心服口服，心服便好，口服倒是听出来了。第一轮秦舞，靖王妃胜。按春花宴旧例，第二轮作画，以御花园春景为题，限时一炷香。3轮之后，以胜场定最终输赢。王妃方才以苏家剑法入伍，确实别出心肠，只是丹青不借刀剑，更见笔下功夫。不知王妃可还愿继续赐教？王妃若不善丹青，此时止步，方才那一胜也足够体面。你会用这玩意儿？不会，但谁规定作画只能按他们的法子来？第2轮作画开始。连用哪支笔都不知道，他还真敢上场。剑舞姑且还能仗着苏家的功夫，丹庆可骗不了人。旁人都在争分夺秒，王妃倒先拆起了花篮，莫非另有妙法？连笔都不会用，拿几根绳子又能变出什么来？你拿绳子做什么？看着吧，这是我姥姥教我的绝活。别人作画，他倒像是在洗抹布。王妃若觉得无从下笔，此时换一张纸还来得及，莫要耽误了时辰。郡主别急，好戏才刚开始。王妃此法果然少见，只是不知这幅画究竟画在了何处？不就在你眼前吗？郡主别急，好戏才刚开始。不愧是云瑶，总会出人意料。不过是颜料偶然散成花形，这也能算画法吗？你说的没错，这幅画每一次拉出来都不一样，确实有几分看运气。可运气来了，我接得住，郡主接得住吗？
时辰到，停笔。宁阳郡主笔法最为纯熟，萧小姐构图稳妥。靖王妃以细绳蘸色，加指抽出，画法虽粗，展开后却自成花形，却是前所未见。旁人将御花园画在纸上，你却让纸上的花当场开了。不错，不错。此法粗落，画不出精细之物。胜在每一张都不同，也没有人能提前知道展开后会是怎样的惊喜。粗中有奇，胜在巧思。第二轮，靖王妃胜。他画了一炷香，还输给你3根破手。没办法，谁让我这么灵呢？第3轮，作诗。魏氏公允，臣女请太后临场出题。便以落花为题，7步成诗。这不打你手背上了吗？唐诗宋词随便拿出一首都是冠绝古今的封神之作。你也太小瞧我了，谁告诉你我自己的诗就不他们吗？风卷残红过玉阶，余香犹绕旧亭台。纵然零落无人惜，曾向东君照眼开。雨打青红入翠池，残香未尽蝶先知。若教此意随流水，明岁枝头再有时。一首西落花，一首盼离年，皆算切题。臣妾所作，词牌蝶恋花。乍暖才闻鸳都语，盘山半生竟无人堪许。凉泪帐断同心路，寒旗加斜金山侣。九旬方见杜鹃啼，跌撞千里有哀风自举。雕花几行燕飞时，落叶数枝扬小栖。他的心里原是这样苦的。还真是你自己写的。都说了，别小瞧我，臣女不敢妄评王妃之作，只是此词句式长短不一，满篇又尽是妻妾之意，不知可还合今日7步作诗的规矩？他所作是词，本就是长短句，你拿7言诗的规矩评词，自然处处不合。题为落花，贵在落字之后的余意，他由落花写到离人，哀而不怨，并未离题。太后所言极是，词贵在声情相合，并非句句齐整。此作上联写同心路断，下联写千里跌宕，情意层层递进。臣最喜跌撞千里，有哀风自举，满篇悲意至此扬起，有苦而不颓，撑住了全词的气骨。但最见余韵的还是结尾，雕花对落叶，几行对树枝，雁影远飞，扬之镜后，一远一近，一动一静，妙哉妙哉！前有哀风托举，后有扬之相期，写尽漂泊凋零，却始终未断希望。第3轮，靖王妃胜。秦武作画、作诗3轮皆胜，靖王妃想要什么赏赐？臣妾不要金银，也不要封赏，只求陛下收回赐婚圣旨，准臣妾与靖王和离。靖王，这也是你的意思？是。臣弟请陛下成全。靖王答应的这样痛快，果然从未喜欢过他，定是怕被靖王休妻太难看，才抢先求和离，给自己留几分体面。这比试胜过了我们又如何？还不是连自己心爱之人都留不住。你们刚刚共同度过几场生死，如今却在此求和离，莫非将陛下的赐婚圣旨当成儿戏？臣妾正是不敢将婚姻当作儿戏，才求陛下收回成命。靖王如今待你不好？很好。既然如此，为何非离不可？当年是臣妾一意孤行，求父亲以军功换来赐婚，将一个不喜欢臣妾的人强留在身边。如今王爷待臣妾好，不代表过去便没有发生。臣妾不愿拿他的歉疚当夫妻情分，更不愿躲在圣旨后面，等他爱臣妾一辈子。夫妻之间并无大过，便要和离？和离不是惩罚，何必非要等到夫妻反目，彼此憎恨，才能各自离开？从前是臣弟负他，如今他想要自由，臣弟没有资格再借圣旨困住他。既然愿意放手，为何还陪他一同求旨？因为和离之后，臣弟会重新登苏家的门，
堂堂正正求他再嫁一次。靖王还要重新娶她，若他不答应呢？那便是臣弟配不上他，与他无关。当着陛下和满座宾客的面追妻，他是真不怕丢脸。他要是连这胆量都没有，还追什么？好，既然这是你们二人的决定，朕准你们和离，令下诏书解除赐婚。谢陛下成全。先别急着谢，朕可以收回赐婚，但你若还想重新娶她，就必须答应朕一个条件。请陛下明示。从今日起，你不得借靖王之事向苏家施压，不得请苏老将军替你说情，更不得再借圣旨困住他。3个月内，朕不会再为你二人赐婚。3个月后，只有他亲口告诉朕愿意再嫁，朕才会重新下旨。他若不愿，任何人都不得逼迫。臣弟遵旨。不能动用靖王府的权势，也无人替你说情，你还敢追吗？臣弟要的是他心甘情愿，不是一道圣旨。陛下竟真允许靖王重新追她？3个月还长，靖王未必能始终如此。你可听明白了？3个月后愿不愿意再嫁，只由你自己决定。臣妾明白，谢陛下。太后成全。请陛下明示。传旨解除赐婚，宗正司备好和离文书，今日一并送往靖王府。遵旨。从今日起，我便不是靖王妃了。 3个月后，本王会让你心甘情愿的回来。陛下不许你仗势欺人，王爷想追我，往后可得守规矩。好。还有，不许翻苏家的墙。本王走正门。答得这么痛快，看来连求千里都想好了。老将军，我家公子仰慕苏姑娘已久，只求一个登门拜会的机会。我谦儿公子尚未婚配，家世清白，模样也是京中数得着的。刚和离便有人排队，你挺受欢迎啊。王爷来做什么？登门拜访云瑶。陛下有言，不许王爷仗势欺人。既然都是来见云瑶的，那便劳烦王爷后面排着。王爷当真要排队？既是苏府的规矩，本王便守规矩。王爷如今与云瑶已经和离，再叫老臣岳父，可就不合适了。苏老将军放心，本王何时能再改口，全凭云瑶决定。能屈能伸，还挺会见缝插针。先看看他能装几日。堂堂靖王坐在队尾，不嫌委屈？从前是你追着本王走，如今换成本王，吃些苦也是应该。苏姑娘，我家公子温润之礼，绝不会让姑娘受半分冷落。我家公子还说了，只要姑娘愿意，过门便由姑娘掌家。这是你的东西。你把他装裱了？陛下将画送到了王府，本王觉得你不会舍得丢下它。话送到了，王爷是不是该回去了？本王还有一句话，明日4时，本王想请你同游东市，你可愿意？王爷还没排到呢。那本王等。大小姐，锦绣阁出事了！今早3家筹行同时断了供货，店里的绣娘和裁衣师傅也全被对面云壮阁高价挖走了。一夜之间同时毁约挖人，布行会还放了话，谁敢再供货给锦绣阁，便将谁逐出商会。云商阁周掌柜让人送来这份契书，只肯出市价3成，还限我们50钱签下。他们还说，若是不卖，便让锦绣楼往后连1匹布都买不到。同时断货挖人，再趁机压价收铺，这不是临时起意。王妃，好好一间锦绣阁，转眼便空了。现在签下转铺契，您还能拿回3000两。消息只听了一半，我今日已经和离，叫我苏大小姐。是在下失言，可称呼变了，锦绣阁的静静没变。市价3成收铺，周掌柜的算盘打得真响。没人强买，
东市无人给你公布，秀娘也被挖走了，铺子空一日便亏一日，你能撑多久？王爷若想出面，尽管吩咐，只是不知商户自愿来去，归不归靖王府管？他就等着你仗势压人，别上当。陈掌柜，把剩下的布送去另外2间铺子，伙计要是愿意留下，工钱照旧。那锦绣阁呢？拆布架，留长案，后院搭灶，前堂摆桌。你要改做什么？开火锅店。火锅店？什么东西？就祝苏大小姐开张大吉，只盼3日之后，您别后悔今日没有收下这3000两。你说的火锅究竟是什么？3日开张，当真有把握？吃法不难，不用厨师，桌上架锅，客人自己涮肉煮菜，新鲜又热闹。难的是锅底和蘸料，3日之内想把味道定下来，得多试几次。终于遇上你不会的啦！商城刚解锁百味锅底方，红汤、清汤、蘸料和食材处理全有，800破防值。你这商城连菜谱都有，赶紧换！成交，扣除800破防值，剩余7700点。有办法了？那必须的，我多灵啊！何况还有那仙人指点。堂堂靖王真在给大小姐做苦力啊！王爷正在追咱们大小姐，不干活怎么往前排？这要传出去，满京城谁敢信？窗外有人盯着，别惊动他，留着有用。赶走一个，还会再来一个。他既然想偷咱配方，就让他看个够。上等羊肉、鹿肉、银丝炭、紫铜锅，照着单子去买，3日开张，一样都不能少。大小姐，这些东西……走正门，慢些走。小的没看路，掌柜莫怪。大小姐，她已经看清了。单子给我。这些都不买，一张假单子，买什么？羊肉、鹿肉、银丝炭、紫铜锅，样样价高，又容易被人抢先买断。周掌柜既然舍得花银子，我总得给他一个和花钱的机会。你这是拿他当冤大头使。送上门的不用白不用。陈掌柜去西郊收菜和金鸭，阿离去河埠头收鱼，避开东市，傍晚从后巷进货。明白。去西郊前，小的先按照贾丹的安排去逛一圈。越来越机灵了。本王的差事不必再吩咐了。乖。都抄下来了，小的看得清清楚楚。羊肉、鹿肉、银丝炭，还有紫铜锅。陈掌柜去了哪里？先去了肉市，又去了铜器铺，都问过价。附近2方的上等羊肉和鹿肉全在单子上。现成的紫铜锅共有26口。哼，全部定下。1斤肉，1口铜锅，都不许卖给锦绣阁。都送您这么？大头送郡主府，剩下的放我家去。他3日后开不了张，自然会回来卖铺。到时候本掌柜3000两买下锦绣靴，这点损耗算什么？掌柜的，锦绣阁后门进了10几车货。什么货？猪骨鸡鸭、鲜鱼豆腐、菌菇，还有整车果木柴。他根本不用单子上写的那些。苏大小姐派人送来的。好你个苏云瑶，竟敢把老子耍得团团转！去请布行会的几位掌柜。东市满街都是绸缎，他想在这里架锅生火，也得问问整条街答不答应。苏大小姐，东市满街都是绸缎，你在店里架炉生火，一旦走水，烧掉的可不止你这一间铺子。火锅店可以开，但不能开在东市。大家也是为整条街着想，苏大小姐还是另寻铺面吧。担心走水，合情合理。诸位进来看看，炭火藏在炉中，火星出不来，
后院起灶，烟从屋顶排走，前堂不见明火。若每张桌都照此布置，确实比寻常酒楼稳妥。再稳妥也是火，谁敢保证绝不出事？照周掌柜的说法，东市的灯笼、炭盆、厨房都该一并撤了。诸位担心的是火患，如今火患已有防备，再拦他开店，便不是为了东市安全。明日我再带人查验一次，若无疏漏，布行会不再阻拦。多谢梁会首。郡主给你人脉，给你银子，不是让你接连替他扬名。小的没想到，那丫头连防火的法子都提前备好了。郡主要的是他开不了张，再办砸，你这个掌柜也不必做了。2个人都解决，苏云瑶、萧彻一个不留。无声楼收钱办事，事成之前，剩下的银子备好。杀！上次没打过瘾，给我换 AK。扣除3500点，剩余破符值5200。别停，解决他们！想跑？别动！无声楼的吧？你们首座都被我秒了，还敢跟我嘚瑟？东市有变，封街拿人！杀局已破，紧急武器回收。王爷，方才那阵雷鸣是贼人当街行刺亲王，封住巷口，攻守盯紧2侧屋邸，一个都不许放走，围住这片街坊，有人落地立即拿下。想死没那么容易。在那儿，别把人放跑了。封锁相邻街巷，搜！校尉，地上的人全没气了。什么都没留下。老狐狸还敢顶风作案，给老子等着！王爷，杀手与兵器需全部移交京兆府，今夜之事，末将也会立即上报陛下。照章办理。无声楼头目已经灭口，屋顶剩下的3人也已分散撤走，现场没有留下证物。为何没能杀掉他们？苏云瑶手中突然多出一件黑色长兵，声如惊雷，火光连闪。小队的人还没近身，便没了大半。又是那件从未见过的兵器。此物出现的突然，消失的也突然。暂停行动，先查清那件兵器究竟从何而来。先回苏府，有府中护卫保护，他们才不敢轻举妄动。不用，他们折了这么多人，又惊动了巡夜官兵，今晚没胆子再来送死。我得先回一趟店里。做什么？明日开业，我担心他们没得手，会在店里动手脚。一起查。大小姐，我们拿着试毒灵查了一夜，井水、水缸、锅底蘸料和食材全都查了2遍，前后门、烟道和柴房也查过了，铜铃一次没响。屋顶和后巷没有翻动痕迹，店里应该无人潜入。要不是我让你换试毒灵，你们查到天亮也未必放心。500点没白瞎吧？你办事，我放心。大小姐，吉时快到了。生火，开门。云瑶火锅今日开张。昨夜那些刺客就是奔着苏大小姐来的，门口死了10几个人。今日进去吃饭，万一刺客再来，刀剑可不认人。苏大小姐，生意固然要紧，可也不能拿客人的性命冒险啊！
王爷排了这么久，今日总算排到最前面了。第一位客人，敢不敢坐？求之不得。诸位放心，昨夜官兵已经搜过长街，店里的井水、锅底和食材也彻查了一夜。第一锅，我与王爷先吃，大家觉得安心，再进来不迟。昨夜追贼追到天亮，正饿着。苏大小姐，给弟兄们上一锅。几位官爷就不怕刺客再来？昨夜整片街坊都搜过了，今日东市也已加派巡防，真有刺客敢露头，先抓人，再吃锅。香，再来2盘肉。官爷都敢吃，我怕什么？给我也来一锅。周掌柜，站那么远做什么？进来喝汤啊！笑，马上就让你笑不出来。郡主给过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把掌柜印交出来。嬷嬷，小的还有一计，再给小的一次机会。说，他不是生意好吗？那就让他的生意再好一些。什么意思？小的已经买通了几名苏家旧属，让他们在昔日袍布间散出风去。苏家大小姐新店开业，受过苏老将军恩惠的人都该过去捧场。几个退伍救兵能把他如何？一传十，十传多，明日云瑶火锅门前聚来的就不会只是几个。你想用他们吃垮苏云瑶？他们千里迢迢来捧场，苏云瑶若照价收残，便是苏家忘恩负义；他若减价免单，店里的食材和座位便全被他们占了。只坏几天生意，动不了他的根基。皇上早有明旨，苏家不得召集旧部，可若数十名救兵同时聚在苏云瑶的店里，靖王又恰好在场呢，到时候再有人喊几声苏家恩重的话，皇上传进宫里怀疑他是借开业之名召集旧部，暗中笼络军心。可若追查此事，你死便死了，怎保不牵连郡主？任谁来查，都是救兵念着苏老将军的恩情，自发前来捧场，合情合理，又怎会怀疑到咱们头上？最后一次，事若败了，不必等郡主开口，你自己滚出京城。您放心，这一次他生意越好，死得越快。苏家大小姐新店开业，咱们这些跟着老将军出生入死的弟兄，自然得来捧场。大小姐，咱们都是苏家军出来的，今日这顿饭总不能还收自家弟兄银子吧？邓奎，咱们是来照顾大小姐生意的，不是来占便宜的。老将军当年没少照顾咱们，如今大小姐请弟兄们吃顿饭，算得了什么？诸位肯来，我领这份情。但诸位如今是大圣百姓，不是谁家的兵。店里明码标价，今日无论谁来，一样点菜，一样付账。拿昔日情分逼人免单，才是在糟践诸位与我父亲当年的情分。大小姐说的对，咱们今日是来捧场，该付多少便付多少，不白吃，不白喝，好吃了，下回都来。弟兄们，苏家待咱们恩重如山，往后只要苏家一声召唤，咱们还像当年一样。住口！诸位今日只是来吃饭的客人，不是谁家的兵。陛下有旨，苏家不得召集旧部，你却喊听候苏家召唤，是想害苏家抗旨？大小姐误会了，小的只是念着旧情，说句热闹话。再敢借苏家名义煽动旧部，本王便让御前司查清，你究竟受谁指使？邓奎，是你挨家挨户叫我们来的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我也是听别人说大小姐开店，这才通知几位袍祖，大家自愿来的，与我何干？奉陛下口谕，有人密报苏家借商铺开业之机，召集旧部，聚众喊话，在场苏家旧部不得离开。靖王苏云瑶即刻入宫回话。你既说只是来捧场，就留下把话说清楚。王爷放心，小的自然配合。是此人挨家传话，找来了苏家旧部。大人，苏大小姐开店，我等念及旧情，前来捧个场子，何错之有？方才那几句话，也是小的一时激动，说过了头。苏家从未受益，更没有召集过我们。下官只是奉命行事。王爷，苏大小姐，请即刻入宫。其余人暂留殿中，不得喧哗，等候宫中回旨。殿先停酒，锅火别熄，看好众人，别再让任何人借机喊话。朕明令苏家不得召集旧部，今日数十名救兵齐聚你的殿中，
你如何解释？回陛下，臣女没有发台传话，也没有绵长招揽，旧部是邓奎通知来的。人聚在你的店里，只凭这几句话，撇不清江家。所以臣女当众喝止邓奎，也请所有人照驾付账。殿内食客和御前司官兵皆可作证。臣弟亲眼所见，苏云瑶并未借苏家名义施恩。朕问的是他。臣女还有一处不明，这封密报是何时送到御前司的？说。臣接到密报后，先入宫请旨，再赶往东市，前后约1刻钟。可邓奎那句“听候苏家召唤”是在校尉抵达前才喊的。事情尚未发生，密报便已经写好。臣女怀疑，今日这场聚集，从头到尾都是有人安排。御前司查清送报之人，也查邓奎离殿后去了哪里。臣遵旨。殿可以继续开，但今日旧部登记后立即散去，此后不得再以苏家军之名聚集。臣女遵旨。这局之人要查，但苏家旧部一夜之间便能聚来数十人，也不得不防。继续盯着靖王和苏家，不许惊动他们。臣遵旨。陛下有令，云瑶火锅照常营业。苏家旧部登记姓名后，立即散去，不得再以苏家军之名聚集。好好一顿饭，险些被你几句话害了苏家。是我一时激动，嘴上没个把门的，改日再亲自向大小姐赔罪。好不容易坐满，转眼全走了。门外的人见官兵来过，也不敢进了。陈掌柜，你们这锅底能不能单卖？单卖锅底？对，替我留2份，这味道我家那几个孩子肯定喜欢。掌柜的，要不要派人提醒邓奎暂避几日？他只是通知旧袍教捧场，又未犯法，此时躲起来才会让人怀疑。陛下已经起疑，客人也怕惹上官司，这家店迟早要黄。这一局已经成了，往后我们不能聚在这里，可带回家和妻儿一起吃，总不犯忌讳吧？大小姐，旧部已经全部散去，只是普通客人也被吓走了。经过此事，恐怕外边的食客也不敢再轻易进门了。不过临走前，有10几人要买锅底带回家，他们说不能聚在店里，便在自己家中煮。甭害怕，本小姐还有妙招。昨夜云瑶在东市遇刺，她不愿带着大批府兵招摇，你便换上便衣，暗中跟着。属下明白。不到危急之时，不要现身。若再有人盯梢，先查清对方落脚之处。是。锅底装进小陶篮，蘸料分包，肉菜按份装篮，客人带回家，架上自家的锅就能吃。这样客人不必进店，咱们也能做生意。东西一旦带出店，若有人冒充你的名号收冒劣货，如何分辨？不愧是王爷，越来越有做生意的天分了。每份外带都挂对号木签，店里留底，谁拿着假货上门，一对便知。只是还算甚好。堂食外带全让你做了，周掌柜想堵你的店门，反倒替你开了一条财路。所以说，敌人不光能提供破防值，还能提供灵感。今晚就带回去给孩子们尝尝啊！买回家吃，便不用在这里久留了。吃法和下锅顺序都写在木牌背面，不会煮也能照着做。给我来1份。我也要2份。掌柜的，他把锅底卖出去了，咱们那一局……闭嘴！掌柜印。嬷嬷，他不过刚卖出几10份，小的还能想办法。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已经用完了。
嬷嬷买这个做什么？他既然把生意送出了店门，真假便由不得他一人说了算。找城南3家不相干的食铺，照着坛子、竹篮和木签仿做，价钱压到他的1半。可锅底的味道仿不出来。不必好吃，越难吃越有人记恨他。明日我要满城都在卖云瑶火锅。东市云瑶火锅的外带，咱们替他们分卖。今日头1天，只收半价。这么便宜，也不知味道如何。云瑶火锅害人了！你们卖的坛子一上火便裂了，今日必须给个说法。钟掌柜，这样装的呀？请大夫，诊金先从柜上出。你这是认了？先治伤，不等于认假账。东西是谁卖的，也得查清楚。陈掌柜，把铜编号的留底木签拿来。本店每块木签都是1目2段，1半随货，1半留底，真假一拼便知。本店陶坛底部都有双圈压印，这只没有。可那铺子明明挂着你们的招牌。从今日起，凡买到假货的，带上货物和购买地点来登记，本店免费换真货，诊金损失我再向售假之人一笔笔讨回来。我这份是在城南福记杂货铺买的，我的在德兴食铺，掌柜也说是替云瑶火锅分卖。顺和铺也在卖。他们想坏你名声，你却让全城替你找假货。送上门的证人不用白不用。属下方才发现，有人暗中记录大小姐的行踪，跟进侧向后被她察觉，与她交了手。人呢？对方撒出米粉逃了，属下只留下这张图。连何时离店走哪条路都记得清楚。这张图是为下一次刺杀准备的。除了薛怀里，还有谁这么急着要我们的命？上次买凶失败，他又派人来摸你我行踪。下次发现盯梢的人，先别惊动，跟到落脚处，我要顺着他找到薛怀里的证据。是，大小姐，福记、德兴和顺和3家铺子已经摘了假招牌，3名掌柜都说货是陌生行商送来的，没人知道来路。薛怀里想要咱俩的命，另一拨人想毁我的生意，一个藏在暗处，一个躲在商铺后面，都得揪出来。属下在东市被人跟踪，交手时没能杀掉对方，路线图也被夺走了。可看清对方来路？没有，对方穿着便服，身上没有任何标记。应该是苏府暗卫，路线图落进他们手里，这条线已经不能再用了。上次无声楼折了10几人，这次又要杀谁？不杀，把这个婢女活着带走，价钱翻3倍。告诉苏云瑶，想让她活命，就亲自带着那件黑色兵器来换。3家铺子送来的假货分开放，商人的陶郎一只都别丢。明白。阿离姑娘，送菜的赵伯到了。我去燕窝。赵伯，今日怎么迟了？大小姐，后巷有人埋伏，阿离不见了。看清对方了吗？没有，我刚转身就被人从背后打昏了。醒来时，阿离和菜车都不见了。车往西去了。暗中跟上，沿途留下记号。
先别惊动他们。是。他们抓阿离，是为了逼你交出那件神兵。敢动阿离，我让他们有命等，没命回。属下追到西市，几辆相同的菜车同时冲进人群，等属下绕过去，只找到一辆空车。阿离呢？暗格已经拆空，附近还留了3道方向不同的车辙，属下追丢了。他们既然留下地址，就不会让人顺着菜车找到藏山处。他们要我独自去西郊废窑，四周一定布满眼线。你们只要靠近，阿离就会有危险。你准备一个人进去？我不进去。你带王府护卫守南边官道，暗卫带苏府护卫守北边荒路，人都藏在外围，别进入他们眼线的范围。听见动静也别冲向废窑，只堵撤退的人。你准备如何救人？他们既然想看那件黑色长兵，我就让他们看个清楚。伢子，既然你能换 AK， 那有狙击枪吗？当然，高精度狙击步枪配高倍瞄准镜，附赠1刻钟精准射击掌握，5000破风值，子弹管够。换，兑换成功，剩余破防值3000整。绑了我的人还敢约地点，真当自己命长。戌时已到，他怎么还没出现？各处眼线都没有发现靖王和苏府的人，他上次不过仗着那件怪兵器才侥幸杀了我们的人。如今婢女在手，他还不是得乖乖送上门？四周退路都有人守着，他若带人靠近，先杀婢女；他若独自现身，等他踏进火光，再一拥而上。任他那件兵器再厉害，也架不住我们从4面同时出手。这一次绝对万无一失。离职。看不见人，是妖术，绝对是妖术，他在隔空索命。全都伏地，先把火灭了。老子不干了！跟妖女作对，这买卖谁chết谁死！这下发了，破防值余额12500。灭火，分头撤。南边，萧彻，该你了。这里怎么还有人？靖王，让开，否则我先割了他的喉咙！你们早有埋伏。手伸得这么长，给你卸了。又是2500，余额15000。王爷，小姐呢？小姐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押去南边，与王爷会合。外围眼线传回消息，玄奇与2名杀手被擒，其余人全死在废窑。苏云瑶用的还是那件黑色兵器，似是妖术，根本没见他靠近废窑，只听见数声巨响，院中的人便接连倒下，隔着几百步也能取人性命。
苏云瑶私袭妖术，隔空杀人。天亮之前，让他出现在玉案上。北路的人也抓住了。说，谁雇的你们？无声楼的人只接楼中传下的任务，从不过问孤主。你便是杀了我，也问不出名字。你不肯说孤主没关系，到了御前司，自有人问你。搜出他们身上的毒物，分开押送御前司。废窑里的尸体、兵刃和现场一并封存，报官查验。启禀陛下，靖王昨夜救回苏云瑶的婢女，并擒获3名绑匪，3人均是无声楼杀手，至今不肯供出雇主。伤亡如何？废窑内5名杀手身亡，皆是在未见敌人的情况下，被不明利器远距离贯穿要害。未见其人，便能隔着数百步夺命。天亮后，传苏云瑶入宫，让他把那件东西一并带来。陛下口谕，召苏云瑶即刻入宫，并将昨夜所用的神兵一并呈上。本王随他入宫。臣女参见陛下。兵器呢？回陛下，那件兵器仍为仙人所赐，昨夜救出阿离后便自行消失，臣女现在拿不出来。既是仙人所赐，为何又事后回收？难不成那仙人一直跟着你不成？并未跟着。那神兵能隔着数百步取人性命，来无影去无踪，又只受他一人驱使，朝廷不得不查，也不得不防啊！无声楼刺杀我和靖王在先，之后绑我的丫鬟，逼我交出兵器。侯爷不问谁买凶，倒先盯上我救人的手段。买凶之人要查，这件凶器也要查，两者并不冲突。你给我等着，下次我换把火箭筒，一炮轰飞了你！云瑶，朕并非要将你的神兵据为己有，你若肯呈上，朕指命军器间仔细查验，设法仿制，用以充实军备，壮我大圣国威。待查验完毕，原物自会还你。可你若明知此物威力惊人，仍执意私藏不报，便是欺君之罪。回禀陛下，只有在危机时刻才会天降神兵，臣女现在的确没有，并未私藏。若无神兵，那就只能是你私袭妖术。方才所言不过是你掩人耳目的说辞。侯爷，你这陛下说出此等污言秽语！陛下，臣女若真习得了如此厉害的妖术，单凭承恩侯处处支对臣女这一点，他就不可能活到今日。的确有几分道理。陛下，即便他用的当真是仙家的神兵，也确实只能偶尔照出。可一件能隔着数百步取人性命的杀器，今日能用来救人，谁敢保证他日后不会用来做别的？臣是在担心陛下的安危，心系大圣江山社稷啊。薛怀里，你个老兔子，少在这里妖言惑众！苏云瑶，这是朕的御书房，岂容你在此放肆？陛下，是臣女御前尸体，可臣女自幼受父亲教诲，苏家世代为大圣守江，我父亲半生征战，从未负过陛下，负过大圣。臣女虽性子直，却从未生过半分不臣之心。承恩侯无凭无据，便将臣女说成威胁陛下之人，臣女不服。忠心可不是靠嘴说出来的，万一你哪日对陛下不利呢？照侯爷的意思，大赦手握重兵的将领便个个该诛，武艺高强之人也都不该活着。等外敌入侵，恶人进殿行刺之时，谁来保护陛下？谁来保护大赦百姓？朕今日召你入宫，是为查清神兵之事，不是看你们在御前互相攻别。神兵是否可控，是否危及朝廷，尚无定论。此事容朕查明之后再议。你们都退下吧。臣女告退。臣告退。陛下，此事下一步该如何处置？从前的苏云瑶不过骄蛮任性，在朕面前却不敢如此放肆。如今他胆子越来越大，想必是仗着那位仙人庇佑，长此以往，难保他不会生出不臣之心。陛下的意思是，若他和那件神兵能为朕所用，便留着；倘若不能，一个世人皆知的恶妃死了也是大快人心。把账册、库房钥匙交出来。今日起，云商阁另换掌柜。慢着，苏娘这是来看笑话的？我是来谈生意的。与云商阁谈生意？
断货挖人，利用苏家旧部给我设局，前面的事都有你的手笔。假货伤人那一桩，官府也会继续查。可云瑶火锅卖吃食，云商阁卖衣料，本就不是同行，继续斗下去不过是两败俱伤，让别人看笑话。你想如何合作？云商阁的客人持当日消费凭证到云瑶火锅用餐，赠时蔬拼盘1份；火锅店的客人持凭证来云商阁消费，赠素绢帕1方，每张凭证限用1次。客人逛完云庄阁要吃饭，吃完火锅也能顺路买衣，两家互相引流，谁也不吃亏。你明知周掌柜处处与你作对，还愿意让他继续留任？他手段不光在，做生意却不算外行，肯改我便给他一条路。换个新掌柜，合作还得从头磨合。苏大小姐，先前是周某鬼迷心窍，处处与您为难，您今日还肯替我说话，我实在无地自容。多谢苏大小姐给我这次机会，往后若再动歪心，任您处置。周掌柜能不能留下，不是你说了算。当然不是我说了算，是宁阳郡主说了算。请嬷嬷替我告诉宁阳郡主，我与靖王已经和离，他若想得到靖王，便光明正大的来比，拿商铺、无辜百姓和苏家旧部做文章，只会有失郡主身份。哼！你既然查到了本郡主身上，还敢主动登门求和？求和不是求饶。你用云庄阁对付我的火锅店，本就找错了战场，再斗下去，除了多赔银子，谁也得不到好处。你不追究周掌柜了？假货伤人的账，官府照查，该赔的一文不能少。今日谈的是以后合作，则两家都能赚钱；继续作对，只会便宜其他商户。周掌柜继续留任，合作照办。多谢郡主，多谢苏大小姐，周某往后一定安分经营，再不敢行差踏错。至于靖王，本郡主接受你的挑战，那就光明正大的比，谁在玩阴的，谁先出局。一个黄毛丫头，竟敢当着陛下的面辱骂本侯！把府中能动的银子全部取出来！江湖门派绿林高手亡命之徒，只要能杀苏云瑶，价钱随他们开。侯爷，无声楼已经折了这么多人，再请杀手，恐怕便是倾尽家财，本侯也要他死。薛怀礼，给本仙滚出来！薛怀言，你数次谋害本仙庇护之人，可曾将本仙放在眼里？上仙息怒，小人不知苏云瑶是您庇护之人，若早知如此，借小人10个胆子也不敢啊！神威显像器，巨型显像，远程传声，实时监听，3000破防值。兑换完本来剩15300，这一波直接又进账1万。侯府人多就是好，贵医院子全是积分。晚了，本仙已请下天雷，今夜子时便取你狗命。小人知错了，您贵为上仙，必有破解天劫之法，求上仙救我一命。天雷既已请下，断无收回之理。求上仙指点，只要能活，小人什么都愿意做。倒也并非全无犯法，你命中煞气已成，唯有在子时之前，让至亲之人将你打得半死，方能以血肉之苦抵消天雷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动手！侯爷，妾身怎么敢打您？不打本侯便要遭雷劈！打，往死里打！没吃饭吗？用力！就是。哎呦！别停手，继续！哎呦！别打了！伢子，你这个神威显像器可以呀！
侯府上下连破2轮，血怀里又挨一顿打。这一趟入战22500，当前余额37800。小姐，您可算回来了。放心，能让我吃亏的人还没出生呢。这么晚了，老臣就不留王爷了。本王走之前还有一句话要当着苏将军的面说。从前他追着本王跑，本王总嫌他烦。如今他往前走一步，本王便怕再也追不上。本王要的不是他回靖王府，是他愿意再选本王一次。苏将军，劳您一起监督，本王不会再让他失望。话是说给云瑶听的，答不答应，也由他自己决定。别急着说以后，现在为止，我对你的动心程度只有5成。够了，剩下5成，本王自己挣。行，剩下的自己挣。苏家可不替你说情。阶段任务结算：清除靖王府内鬼，保住苏家，商战获胜，连破宫宴与无声楼杀局。第1阶段完成，评级加等。你这个宿主可以啊。不错，穿过来这么久，总算没白忙。你管这叫忙？本座看你气人时挺享受的。老将军，宫中急使到了。靖王，苏老将军，陛下半个时辰前突遭人下毒，如今昏迷不醒，太医皆束手无策，恐有性命之危。边关800里急报也刚刚送宫中，北狄大军已经越境，正大举进犯我大赦北境。太后急召靖王、苏老将军与苏姑娘即刻入宫。得，刚想好好歇歇，又得开始忙了。